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同样是70岁，有人活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累赘，有人却活成了全家围着他转的老太爷？我见过太多这个岁数的老伙计，每天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觉得自己晚景凄凉，子女不亲，身体又差，手头还紧，真是人见人怕。但我也见过另外一批老伙计，70好几的人走路带风，面色红润，他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，每周几场麻将，几顿早茶，那个气场完全不同。我甚至专门去琢磨过这件事，为什么起点差不多的人到了晚年差距会这么大？经过几十年的观察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，70岁以后，真正决定你后半生幸福指数的绝对不是子女好不好，也不是你兜里有多少钱，更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命运。真正决定你晚年命水的是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做到这5件事。只要你做到了其中3件，你已经是同龄人里最顶级的人生赢家，你的晚年命水会好到令人羡慕。今天我就把这些干货一条一条拆解给你听，你看你自己中了几条。在开始讲这5件事之前，我想先跟你讲一个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个案。有一位70多岁的阿伯来找我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几乎快要崩溃了。他退休之前是做小生意的，头脑灵活又肯吃苦，攒下了不少家底，足足有3层楼和几百万现金。他在70岁那年做了一个决定，把所有资产一次性过户给了2个儿子。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觉得自己都70岁了，迟早都是要给他们的，不如早点分出去，让大家开心一下，自己也可以安享晚年。结果呢，过户之后不到1年，2个儿子就开始为那3层楼的分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。大儿子觉得自己陪父母吃饭的次数多，理应分大份，小儿子觉得自己经济条件差一些，应该多分点。2兄弟闹得面红耳赤，最后竟然把老父亲老母亲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大哥推给小弟，小弟又推回给大哥，谁也嫌麻烦，不想养老，到最后2老口竟然要自己租房子住。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捶胸顿足，后母都悔青了。他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他打死都不会那么早分家产。这个故事真是血淋淋的教训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你必须手头有自己的积蓄，死都不能提早分家产。这件事我见得太多了，真是见一次就心痛一次。好多老伙计觉得自己都70岁了，人生已经走到了尾声，这些东西迟早都是子女的，不如早点给他们，自己还能落个好名声，让子女觉得阿爸阿妈大方，以后对自己好一点。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，错到离谱。你必须要明白，钱在你自己手里跟存在子女手里分别有多大。现在你手里有钱，你就有底气，子女对你就还有顾忌，他们会怕你不开心，会怕你将来不帮他们，会怕你偏心别的兄弟姐妹，他们会主动打电话关心你，会主动回来探望你，会主动问你身体怎么样，会主动跟你报告近况。但是一旦那些钱过了户，转了名，你就成了一只没牙的老虎，你再也没有任何筹码可以跟子女谈条件了。在子女眼里，你除了等待消耗，再没什么用处了，也就没什么必要理会你了。你生日可能都得自己一个人过，这个就是现实，虽然难听，但句句都是真话。我不是说你的子女一定会怎样，而是人性本身就经不起试探。当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当你已经把一切都给了出去，你在他们心中的分量自然就会减轻。钱财是你晚年的定海神针，钱还在那里，你的安全感就在那里，你的尊严就在那里。不到咽气那一天，千万别提前分家。你可以跟他们讲，我的东西迟早都是你们的，但如何分配，等我百年归老之后再说。我走之后你们怎么分我管不着，但现在我在生之时就要自己画事。记住，守财不分家是晚年最重要的防身术。好多老伙计觉得跟子女讲钱伤感情，但现实往往是不讲钱才更伤感情。你没钱，子女会觉得你是负担，会嫌你麻烦，不想理你，甚至不想接你电话。你有钱，子女会觉得你是宝，会争先恐后来照顾你，来讨好你。这个就是人性，你没得埋怨现实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。所以请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老本，这个是你晚年最后的防线，也是你翻身最大的底牌。千万别觉得守产就是自私，你守住了产业，自己晚年有了保障，不需要子女为你的医药费烦恼，不需要子女为你的生活费担忧，这个本身就是对子女最大的帮助。你把自己变成了子女的负担，才是真正的自私。如果你想学点应对的招数，怎么去拒绝那些催你提早分家产的要求，或者拒绝那些向你伸手的无理要求，请你一定要支持我，把这份福气接住。记住，手头有钱就守得住尊严，守得住晚年。你手头有足够的积蓄，就有选择权。
你可以选择怎么生活，可以选择住哪里，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帮谁，可以选择怎么安排自己的医疗。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只能任人摆布，只能求人收留。这两种晚年，你想过哪一种？你自己抓主意。讲完钱财，我要讲第二件事了，就是千万不要跟子女同住，保持适当的界限，相见好同住难。这句话我讲了几十年，但是依然有好多老伙计听不进去，或者听进去了却做不到。总觉得我跟自己儿子女儿住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帮他们凑孙、煮饭、打扫，他们不知道多高兴，不知道多需要我。我跟你讲，短期内高兴，长期就一定会出问题。你别以为自己会是例外，几十年来我没见过一例例外。两代人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，饮食习惯不同，教育观念不同，甚至连看电视的频道都不同，冲凉用几热的水都不同，这点点滴滴通通都能产生摩擦。你习惯早睡早起，子女习惯晚睡晚起，你说他们不健康，他们说你不懂享受生活。你喜欢吃清淡的，子女喜欢浓油赤酱，你觉得他们不养生，他们觉得你老古董瞎操心。你想跟他们聊聊以前的同学画室，他们嫌你烦，没兴趣，你反驳一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，他们立刻甩脸给你看，说你那套早就过时了。你看电视只看新闻，他们一开就是音响轰炸，你说他们太吵，他们说你不关心世事。你冲凉用10分钟，他们一进去就半个钟，你说他们浪费水浪费煤气，他们说你是没苦，硬吃不会享受这些怨气，一天天积攒，越积越深，最后爆发出来，轻则怒目相向，重则反目成仇，从此不相往来。你又何必呢？所以70岁以后最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，你不用住大屋，不用住豪宅，但一定要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，一个你回到家可以关上门，连拖鞋怎么摆都没人管你的地方，一个你想几点吃饭几点睡觉都没人干涉的地方，一个你中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想发呆就发呆，想种花就种花，想养鱼就养鱼的小天地。这个空间就是你的避风港，就是你的尊严所在，就是你最后的堡垒。你千万不要主动搬去跟子女同住，更不要勉强自己去照顾孙辈。你有你清静的日子，他们也有他们年轻人的生活。保持一碗汤的距离，就是你煲好一锅靓汤端过去给子女，送到他们手里，汤还是热的，大家见了面聊几句，亲热一下，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家。逢年过节再聚一聚，大家客客气气，开开心心。你永远是那个值得尊敬的长辈，而不是每日对着摩擦不断的冤家。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子女反而会更加尊重你，更加珍惜跟你相处的每一刻。这个就是人生的玄妙之处。你越是往后退一步，他们反而越是想念你，而你越是往跟前凑，他们反而越觉得你烦人。如果你现在正跟子女同住，觉得生活有困难很压抑，你只要知道开口去求助，去寻找改变的契机，你就已经走在解脱的路上了。你要明白，分开住不是为了疏远，更不是为了断绝关系，而是为了维护一段健康长久的亲子关系。你不想有一天跟子女翻脸，不想将来后悔莫及，你就应该趁早保持距离。记住，有距离先有美感，有界限先有尊重。你跟子女住得近，但不同居，大家有各自的空间，也有各自的自由，同时又可以互相照应，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你病了，有人可以即刻知道来照顾他们，有需要时你也能帮得上手，但大家不用日日对着，不用为鸡毛蒜皮的事消耗感情。这就好像你跟你的邻居一样，你跟邻居关系好，是因为大家见面少，客客气气。如果你日日对着他们管这管那，你们关系一样会出问题。讲完这些，我要讲第3件事了，就学会装傻扮懵，不过问后辈的是非。70岁以后，你一定要做一个糊糊涂涂的快活人，做一个真正耳聋眼蒙的长者。这个道理我真是越老越觉得重要，越老越觉得是保命的金科玉律。子女夫妻俩吵架，关你什么事？人家是床头打架，床尾和你一出生，反而令事情复杂化，你帮谁都是错。孙子学什么兴趣班，读书好不好，是他们自己的事，你问得多只会让人觉得你烦，觉得你给思想压力。亲戚之间的恩怨情仇，更是你帮哪一边都不讨好，不如什么都当听不到。有些问题他们自己会解决，好多老伙计就是坏在多嘴上，总喜欢去做裁判，去做和事佬，结果两边都不讨好自己，气坏了自己的身体，还搞得里外不是人。儿子儿媳吵架叫你来评理，你讲一句儿子不是儿媳就觉得你虚伪，你再说一句儿媳不是儿子又觉得你偏心。你要是说两边都不帮，他们又说你冷漠无情。总之你怎么做都是错，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都别管，什么都别问，装聋扮哑。谁在你面前抱怨，你就起身走开，去冲杯茶，或者去阳台看看花草，
或者干脆出门去公园行一圈，你越是留在现场，他们就越会拉你下水，越会逼你表态。离开现场，事情反而会降温，他们会自己解决孙子的考试成绩差，你不用多嘴，更不用批评，因为他的父母自然会处理。你的角色是疼爱，你的任务不是管教，你只需要说一句读书辛苦啦，切多点水果给他吃就够了。亲戚之间议论是非，谁又占了便宜，谁又得罪了谁，你一听到这些苗头立刻就要打住，你就说一句我耳聋听不清楚，或者说我老了糊涂了，不懂这些。总之记住，做一个耳聋眼蒙的老人家，不闻不问，反而会省去很多无谓的烦恼，反而会更受人尊重，更讨人喜欢。这个就是大智若愚的境界。你一旦倚老卖老，什么都打听，什么都发表意见，就越容易招人怨，越容易惹火上身。你越是糊涂，什么都装不知道，什么都不过问，反而越惹人中意，越能够安享晚年。因为没人想跟一个整天管东管西，从早问到晚的老人家相处，但人人都乐意同一个笑呵呵什么都不计较的老人家亲近。在家庭中学会帮忙，是一门极高深的晚年修养。做个糊涂人，反而是享福，反而是保护自己。如果你想学怎么优雅地抽身于家庭是非，做个清静无忧不招人怨的长辈，这条路是走得通的。你记住，70岁之后，你的任务是享福，不是继续做家庭警察，不是继续做裁判官。你操劳了大半世，付出了大半世，是时候放过自己，给自己一份清静舒服的日子了。你不再为任何人瞎操心，你的晚年才会舒心。你不理别人的事，别人也就理不了你的事。你去惹是非，是非就会惹你，这个就是因果循环。第4件事比前面3件更加基本，更加重要，那就是身体无大痛，能够生活自理，不需要子女贴身照顾。70岁以后，身体健康，行得实的，是你最大的资产，是你所有幸福的根基。你手头有再多钱，如果你长期卧病在床，你的钱全都要乖乖交给医生和看护。你住的那里再大，也只是间豪华的牢房，只要你不用长期卧床，不用子女帮你冲凉喂饭换尿片，你就已经免去了人生大半的悲剧，子女也都会少很多负担，一家人的关系都会和谐好多。这个就是双赢。我见过太多老伙计70岁之前完全不爱惜身体，烟酒不离手，饮食无度，从不运动，结果1到70岁百病缠身，中风的中风，糖尿的糖尿，肾衰竭的肾衰竭，一年到头不断进出医院，子女为了照顾他疲于奔命，被迫请假扣粮，夫妻吵架甚至搞到离婚的都有。你想不想见到这种结果？你说你爱子女，但如果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最后辛苦的不是你自己，还有你最亲的子女，你就等于亲手把痛苦转嫁给了他们。相反，如果你70岁之后仍然可以自己上街买菜，自己煮饭洗衣，自己冲凉上厕所，你的生活质量本身就已经赢过了好多人，你就是一个幸福的老人。你不用求人，不用看人面色，不用觉得自己没用，不用觉得自己是负累，这种自由和尊严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。所以由今日开始，请你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，别吃那么多寒凉难消化的东西，别喝那么多浓茶烈酒，每一天都出门去公园走一走，活动一下手脚，晒一下太阳。不用剧烈运动，但一定要保持活动，等关节不会僵硬，等气血流动，等肌肉不会流失。你对自己身体好，身体就会对你好；你对自己身体差，身体就会报复你，而且报复起来绝对不手软。这个道理好简单，但好多老伙计偏偏就是要等到进了医院才知道后悔，到那时候后悔已经太迟了。我劝你不如从今日即刻开始，每天走30分钟，饮够水，吃多点蔬菜水果，早睡早起，定期去检查身体。你做到这些基本的东西，你就已经为自己的晚年打了一支强心针。健康的身体是你晚年最大的本钱，有健康就有一切，没健康就什么都是空谈。你不需要子女贴身照顾，子女反而会更加愿意亲近你，更加愿意同你相处，因为跟你相处是一件愉快的事，而不是一份苦差。你对他们来讲是人生智慧的资源，而不是负担。你健康人才愿意靠近你，你卧病，人人都想远离你。这句话是我几十年看透人性之后的肺腑之言。讲了身体健康，我要讲第5件事，也是最后一件，就是要有自娱自乐的能力，不依赖子女的陪伴。好多老伙计晚年过得痛苦，原因好简单，就是太寂寞了。他们天天盼着子女打电话回来，天天盼着子女回来吃饭，天天盼着有人陪自己聊天，天天盼着有人带自己出去玩。子女没打来，他们就失落；子女大声讲2句，他们就委屈的想哭；子女这顿饭没回来吃，他们就更加失落，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自己。他们将全部的快乐，全部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了子女身上，结果自己越追越紧，子女越逃越远，
面对越来越少、越来越急的关心，子女只剩下压力，只剩下想逃。老人家越追，子女越走，最后老人家更加寂寞，更加痛苦。70岁以后，你一定要学会享受独处，享受一个人的时光。你要拥有2样能够寄托心灵自娱自乐的兴趣，或者拥有2个能够吹水谈心的老友记。子女来了固然锦上添花，子女没来，我自己一样可以过得精彩万分。你可以去学太极，可以学唱乐曲，可以学画画，可以学书法，可以学下棋，可以学钓鱼。你可以约上3、5好友去茶楼饮茶吹水，你可以参加社区中心的活动，可以去做义工帮人。总之要让自己忙起来，让自己的生活有寄托、有目标、有期待。当你不再将所有注意力放在子女身上，你的世界就会变得无限大，你的快乐就会变得很多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无比充实。你不会再因为子女一句说话而开心或者不开心，因为你的快乐是由你自己主宰，而不是由别人施舍。你已经做回了自己生命的主人。一个独立的、有自己兴趣和圈子的老人家是最有魅力、最受人尊重的老人家。当子女见到你生活更充实、更精彩，他们反而会更加放心，更加愿意同你相处，因为同你相处毫无压力，只有欢乐，只有正能量。70岁以后，孤独也许是常态，但学会自娱自乐就是福气，就是你战胜孤独的武器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在不花大钱的情况下，在晚年找到真正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打发时间的兴趣爱好，这条路早就有人替你探过了。我见过80岁才开始学弹琴的老人家，也见过75岁才开始学画画的老伙计，还见过72岁才开始学用智能手机上网拍片的老人家。他们都活得好开心，好充实，完全没时间去觉得寂寞。年龄从来不是限制，你的心态才是关键。你想学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你的晚年就可以多姿多彩。你封闭自己，每一天都是煎熬，你的晚年就会苦闷无比，日日犹如等死。选择权完全在你自己手上，没人可以帮你选，你一定要自己为自己负责。人到了70岁，是人生一个大关，也是一个转折点。做到这5件事，你已经是人中龙凤，手头有积蓄不分家，有独立空间不同住，学会半懵，不问是非，身体健康，行得实得，有自娱自乐的能力。哪怕你只是做到了其中的任意3件，你都已经赢过了大部分同龄人，你已经可以安安心心过好每一天。但如果你发现自己一样都还没做到，也不用灰心，更不要绝望，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永远都不晚。70岁也总有时间，总有机会，你可以由今日开始，好好规划自己的财产，好好打理自己的身体，好好培养自己的兴趣，好好同子女保持适当距离，好好学会半忙，一步一步来，不用急，更不要逼自己。最重要是你要肯踏出第一步，去为自己的晚年做主。今日这番真心话送给所有正在为后半生收成的人，也送给所有为子女操劳了大半生，但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活的人。70岁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起点，是你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的起点。这段旅程要过得精彩还是过得痛苦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你肯不肯改变，肯不肯放手，肯不肯为自己而活。你有智慧，有经验，有人生阅历，你绝对有能力过上一个有尊严、有底气、有快乐、有福气的晚年。别再为子女过度操心了，别再为钱财过度忧虑了，别再为是非过度烦恼了。好好为自己活一次，好好享受属于你的黄金岁月。你值得拥有最舒心的晚年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愿你身体健康，日日开心，下半生安乐无忧。